一辆7人座的 MPV 竟然油耗像阿西亚。3、2、1 ，Go！ 哇，天轮都抓不住地啊！你看啊，好像电动车这样，有没有啊？你看80 km/h 以上之后，后的尾力是由这个电发动机啊来补上。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 traffic， 只是 POV， 欢迎回到我的 POV 试驾系列啦。今天我们有 Chery Tiggo 8 PHEV， 还有 Hello， 大家好，我是爱车的小蚊子。现在是过年期间，我们很久没有同框了哇！刚好这次又是新年，今年是年初5，我们已经开工了，七早八早起来拍这辆 Tiggo 8 PHEV 啦。那 Nicole 呢，它也是 Chery 的 SA 之一，所以呢，你们想要预定任何 Chery 的车，可以联系他或者联系我都可以啦。那这辆车呢是 Chery 的 HQ 借我来过年10天的。为什么我会选择这辆车呢？其实原因就是因为它有7人座，空间大，然后最重要就是它很省油。之前呢，在我这个频道呢，我有跟 Chery 他们去3天2夜的这个Media Drive， 当时我是试驾这个 Tiggo 7的 PHEV， 那 8呢也是有跟着我们的。那油耗呢，大家都一样哦，一桶油可以走1200公里。但是很多人说，加大油缸哪拿到油耗的？对呀，它确实有60L，可是我们普通去打油的话，大概打55这样啦。那55L，请问普通的车，你的车做得到吗？不可能的，你可以是插电或者是不插电都可以。等一下我们后面会慢慢去细讲这个部分啊。走了，我们去看一下 Chery Tiggo 8 PHEV，Let's go。这段过年的期间呢，年初2我就载满一家人上山，我们6个人去云顶。年初3呢，我们呢就去到丹中18去体验一下住在甘崩屋的感觉，因为我从小就没有住过木屋的甘崩屋嘛，所以我就特地租了下来，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啊！可以住在这种木屋啊，跟家人在一起共度这个快乐时光啊，蛮不错，蛮推荐去这个地方。很多人怕买 hybrid 车哦，他们讲电箱啦换要多少钱啦，然后请问一下，这辆车买新车啦，还有多久的这个 warranty 嘞OK， 原本呢还有8年的 warranty 给这个 battery， 现在的话已经是增加多2年，变成10年了，所以你可以非常安心的开。那么如果你的 battery 少于70% 的话，你是可以1对1的兑换的。所以这辆车呢是买车有送 battery 的啦，对，不像其他品牌要租的啦。Chery 呢之前一出的时候呢，它是 Tiggo 8 Pro。然后它是有带2.0 Turbo 的那个汽油版之前我有 review 过啦，我也是对它评价蛮高，因为除了它的车舒服之外，它的动力也是给了很足的。现在就出了这个 Tiggo 8的 PHEV， 最近 Chery 也偷偷开始在卖那个比较入门级的 Tiggo 8是吗 ？Yes， 1.6 Turbo 的 DCD 的啦也是，可是它的内饰就很明显没有这么像那个 Tiggo 8这么美啦，比较像 Tiggo Cross 一点哦。所以呢，简单来讲，它有 Tiggo 8，有 Tiggo 8 Pro， 现在有 Tiggo 8 PHEV 3种任你选择。给我啦，日常生活驾这种7人车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其实后座呢是可以把它收起来，把它当做5人座的车，然后你的空间也是依然很大很大的。这个前脸呢，就是现在新款的 Chery 的家族设计啦，所以当我解锁的时候呢，你会看到，Tiggo 8非常有标志性的那个 logo 会在亮着的啦。Daylight 呢会有一些小动作，我们所谓的 Welcome Light 啦 ，Welcome Light 方式呢有2种选择，也可以再通过这个相机里面去更换的。尾灯这边呢，它也是有这个 Welcome Light 的。Tiggo 8 PHEV 呢就少了一个很重要的电动尾门啊，可能它就是要把价钱压低，让你们可以用最亲民的价格买到最便宜的7人座的 PHEV 啦，就没有这个天窗，没有这个 Power Boot， 反而 Tiggo 8 Pro 就有。Tiggo 8 Pro 跟 Tiggo 8 1.6的也是有天窗，然后有 Power Boot。2个都有，要怎样去选择？你想要买1.6的，还是2.0，还是 PHEV？ 入门级的话是1.6的嘛，很便宜，129千。Tiggo 8 Pro 的话还是2.0，动力感的话肯定是会比1.6的来得强，椅子的坐上去的那个感觉会
不一样。2.0它的发泡棉会比较软一点点，对，是 Nappa Leather。那么这个 Tiggo 8 PHEV 的话呢，你就是买它省油啦，价钱跟 Tiggo 8 Pro 2.0也是一模一样的，那你买到的就是它的这个 PHEV system。可是 Tiggo 8 PHEV 它的内饰就给到是最新款的。对，它是2个屏幕这样子。对，我比较喜欢这种，它还是有给一个仪表啦，而且它的那个一开了门之后呢，我非常喜欢它的这个气氛灯，晚上的时候看起来是真的很喊杀一下的哦。相信我，虽然还有64种颜色都好，你还是依然是选粉红色是最好了的，最不上车的。气氛灯隐藏式在里面之后啊，它会反射到下来，把灯这边我觉得也是很不错一下，那种很高尚的感觉。这个轮圈就很明显跟汽油版不一样了，它就长得有点像电车这样。至于轮胎呢，是用这 Continental 的 Premium Contact C， 跟普通汽油版2.0一样啊，也是用这235/5019寸的轮胎，前面有双活塞刹车卡钳啊，后面也是有一个单活塞刹车卡钳，前后的轮胎也是一样235/5019寸。车尾呢就跟汽油版长得很相似哈，只是说怎么是辨认它是 PHEV 呢？从后面这里写的 Plug-in Hybrid， 排气管呢是假的啦，隐藏式的放在下面了啊。如果是汽油版的2.0 Turbo 呢，它就是4处的，虽然后面现在有点乱，可是这个尾箱哦是可以足够让我们放很多东西一下的。但是如果你需要载人的时候，把后面的椅子拿上来，它尾箱空间就不算很大了，但是至少呢就是在静静的地方可以坐得下这样子。后面有一个电池啦，这个是发动 Hybrid 的。Tiggo 8的 PHEV 后面就没有冷气出风口了哈，但是你看到后面这里还是有喇叭，所以这台车有10颗的 Sony 的喇叭，音响还不错哦。左边有一个小油盖，右边有一个充电盖，所以这辆车的 battery 是多大力啊？是8.3。喂哟，厉害哦！这辆车的快充最高可以支持40 kW， 然后慢充可以支持6.6 kW。它的电箱也不算很大力，如果比起电车的话，好像那台 BYD 是60 kWh 是吗？啊，我们这个才18.3，所以我们大概需要20分钟就可以充到满。如果用这个40 kW 的话，很多人会问哦，我不充电可以吗？可以，你就当它是一个 HEV 车架也是可以。它基本上就会用那个引擎来充回去就对了。内饰呢就不像 Tiggo 8 Pro 有那个Nappa Leather了，我蛮喜欢它这个内饰呢是 Fox Leather 啊，所谓的仿造皮啊，可是摸上去的质感是蛮高的。后座的椅背呢是可以做它的倾斜角度来调整的。如果想通往最后一排的空间呢，你就必须要拉一个小拉杆，拉一拉，然后你就可以整张座椅就往前面推到完了。开口不是很大，如果是坐2个小朋友的话，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想要坐2个大人的话，就坐长途有点不太舒服了。我可以说这辆车的空间是5+2。我发现到只有右边的座椅呢有这个小拉杆，左边的话就没有了。中间排的座椅呢是可以往前后来拉的，所以两边都可以调整一下了哈。坐进来这个呢，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了，我身高173，剩下一个拳头，头部空间呢2个拳头左右，而且中间这边鼓起来一点点而已，几乎都是平的。有2个冷气出风口 ，USB 插槽还有 Type C 插槽，中间有一个中央扶手啦。我觉得 Tiggo 8的座椅呢真的是非常好坐。如果你坐过 Tiggo 7，你坐过 Tiggo 8 Pro， 然后再坐这个 Tiggo 8 PHEV， 总之是 Tiggo 8以上的哦，它的座椅都是非常软的。你看我的手随随便动一下就软了，所以还有 ISOFIX 2张，还有一个老板座椅按键。这喇叭的外壳呢处理也是非常的精致的，而且呢它其实是有内带灯，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开门之前后面有车来除了前面的 side mirror 旁边会给一个 blind spot monitoring 的这个提示之外，这个喇叭旁边的圈圈它也是会有给橙色的灯给你提示，让你知道后面有车来了哈，开门请小心。这边有一个阅读灯。这2张前面的座椅呢就有一个跟 Tiggo 8 Pro 不一样的，就是它的这个蝴蝶的耳朵这里是不能做调整的，其余的座椅的坐姿那些都 OK 了，4项的电动座椅2边都有了，然后就少了这个 memory seat 了，门锁都在这边旁边的。这个开灯的方式呢就移到了下面这边了，你可以 off、on、auto、后雾灯，还有这个开油盖。但是我到现在还没有用过这个，我还没有打过油啊，讲真的。上车了之后啊，一定要先关门，然后你踩一下刹车。You are ready to go。这边有开灯，是 touch 的，这里就少了一些天窗的控制啦，这边就没有天窗啊，不会看到中间有排档杆了，它就换上来这一个怀档，这个怀档就跟奔驰的操作一样了哈，你踩着刹车，你往下面拨就是 D， 往上推就是 R，360的这个 camera 会开启了，我们叫做540啊，你看这个 Nico 在这边不用做梦。如果你没有系上安全带的话，它的手刹是不会自动解除的，除非你要在这个场景里面拿下来按一下 EPB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它也没有一个实体按键在这边啊，这是我觉得可惜的一点，可是也是好啦。
安全起见，要系上安全带之后，它会自动解除这样子。上面拉下来就有一些 control 啦。驾驶模式，然后这个背光的亮度、陡坡缓降就在这边，这些快捷键也可以经过这边来做调整。左边这边就有 signal， 现在的 Chery 很厉害哦，你开 signal 了之后啊，它会开360给你看嘛，可是它就会开一个小窗口而已了，它不会挡着你整个显示。我觉得是蛮聪明一下，而且你可以移位，你不喜欢在这边都可以，你要在这边都可以，你要在这边都可以。点进去之后，它就会开启全屏啊。而且现在这个相机是用着 Snapdragon 815的这个 chipset， 自动雨刷，这个是开高端。方向盘是可以调整上下前后啊，都是手动调节的。这个仪表呢就很简单的显示了，你就不可以控制这边左边的，就很像电车这样哦。我会比较喜欢 Tigo 7的 PHEV 啦，它有那个双眼式仪表，我蛮喜欢的。这个就有点无聊了，你就只能这样子换来看这个胎压侦测器、电动机马达输出的动力，或者是 regen。对我来讲，这样大量车还是很省油，走了500公里了，这桶油还上过一次云顶。下来去单用18再回来，现在还有半桶以下一点点，然后还可以走358 km。这里这个出风口是给你的这个无线充电的，最高50瓦的这个无线快充，2个置备架，这里里面还有一个冰箱，这里就有4个按键 ，Front and Rear Defrost， 还有冷气的 Auto， 这是压缩器开关啊，这是关掉压缩器了，但是风一来还是有在走的哈。它的冷气控制就这个我不需要多说了哈，你按这个你就可以调整那个温度，或者是。Yes， 你看我这个墙纸呢是有动态的，看到吗？有雾的，有云的，我这个火是在动的。然后这些 widgets 啊，它其实是可以自行更换的。你要在这边下面展示什么东西，我就把这个 Apple CarPlay 把它搬到来这边，所以比较容易去操作。是开启我的 Apple CarPlay， 这个 CarPlay 呀 ，you see that？ iOS 26 with 这个 Liquid Plus。是看了比较好看呢。虽然这辆车现在是在21%，现在还是足够电来行走这些冷气啊这些，所以它就没有打开引擎来充电这样子。然后我行走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啦，因为我现在普通模式都是放在 Smart， 它会自动的侦测我是在上山或者下山，它需不需要充电，需不需要动力，它都会给。但如果我放进 Force 之后啊，这辆车的动力真的是蛮饱满一下，但是会很耗油，因为呢你的车一动了之后呢，引擎就会一直在发动进行充电之外，它还会给你动力这样子，它的 response 更有。因为你一踩油下去，它的电机是先给动力嘛，后来引擎会补上，所以那个动力真的是很猛的，可是就真的很耗油一下啦。你可以让它只要差不多一跌到80%，它就会冲回，或者是你可以 set 到30，对到30，它就开始充电这样子。我现在是用这 normal mode， 但是我发现如果放弃 sport mode 之后啊，这个引擎呢一动着也是会先打着这样子 stand by 给你啦。Driver Assistant 这边呢就 Lane Departure Assist 每一次都要上车关掉了，可能这是 Australia 的法规啦，就不会允许你一直关掉，所以这个就比较烦人一点。Emergency Lane Keeping 那些就可以关掉，没问题。Vehicle Setting 这边呢就有那些 Wiper 的 Sensitivity 啊，然后还有就是你的刹车，我把它放到去最 High Pitch。然后 sensitive 呢，我就放去 sport。这个方向盘的感觉我也是一直放 sport， 因为我不喜欢太轻的感觉。晚上就会进入 dark mode，dark mode 其实蛮好看的，可是下午的话，就我比较喜欢 light mode 这样子，所以我把它放去 auto， 而且很棒哦，它的这个唱机还有它的 meter 呢都是有自动的亮背光的，所以我放 auto 就可以了，所以它不会很刺眼。你还会侦测到你进入室内啊或者室外啊，自动来调那个亮度，我觉得是 very the best 啊。Sound 这边就有3种的声音。EV 跟 HEV 的模式啊，现在我的电量是不够的，需要28%以上才能用Full EV mode。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洞空的，然后而且有 Type C 的接口 ，USB 接口，所以通常我充电是用 Type C 啦，比较快啦。还有一个风行式踏板，这颗引擎是搭载着一个1.5公升的涡轮增压 Miller Cycle 的4缸的引擎，143 PS 还有215个牛顿米的扭力，再配搭这个18.3 kWh 的 battery， 电机可以产生204 PS 还有310个牛顿米的扭力，配搭这个 Dedicated Hybrid Transmission DHT 150的变速箱，总马力275 PS 还有365个牛顿米的扭力，所以它的油桶呢大概是60L左右啦。这颗引擎呢跟着 Chery 的 Tiggo 7 PHEV 是用的同款。这辆车有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的，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当你靠近这辆车它会解锁，离开这个车它会锁门呐。但是如果你不拔钥匙的情况下，你又不喜欢它自动解锁的话，它只有一个门有 sensor 的哈，所以
它是隐藏式手把，可是稍后的中国车好像是不能用这个隐藏式手把了，所以我现在剩下28%的电力，我会开这个页面给你们看。如果当你看到红色这个呢，就是发动机正在为它充电了的。OK， 这样子的起步啊，我很像电车就对了。你看现在完全是没有啊，有来了 ，start 了 engine， 因为我的电还是在28%，所以你会在城市里面驾的时候啊，通常你会看到它会有时候会剩下22、23，它就在那边徘徊，充一下这样子，它不会让它没有电，不会需要零，不像宝马的这个PHEV 的话，它会尽量先用完那个电才用那个引擎这样子。所以你每天要充电哦，所以这辆车就不需要去烦它，你不会看到它会少于23%、22这样子，也不会少于20啦。OK， 是我一直在停着车用冷气的话，它会这么快。行驶当中你也不会去察觉到，哎，这个发动机开了哦，然后有什么嘈杂音那些震动啊，也没有什么。很近的一台车就对了，你没有去细品的话哦，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引擎正在发动为它充电。你看现在完全是没有声音了，你就当它是一个电动车驾就对了，而且你就当它是有一个 generator 的电动车正在行驶啊，不用去有续航焦虑。充电是一个 bonus 啊，我可以这样子讲。有时候去到什么 shopping mall 啦，你就不用特意去烦要找什么 parking 啦。直接找那个有充电桩的就可以了。那我很喜欢把这辆车换到去 Eco Mode 来驾驶哦，因为我觉得 Normal Mode 它的油门太冲了。然后如果你是驾不惯电动车的人哦，你会一直踩，你很喜欢把那个油门踩放的话，你弄到那个乘客很晕啊。你看你扣的头。对，我就是在打哈欠的，因为耳水不平衡。是不是啊？所以。驾电动车要有电动车的这个驾驶技巧啊，我会一般上会放去 Eco， 我的油门就没有这么敏感了。我轻轻把这个油门踩一点点这样子，它的Auto Hold解除的整个过程哦，它就没有像汽油车这样会有那种顿挫感了。因为汽油车的话，它会好像，因为它有 7-speed 的 DCT 嘛，它有那个离合器嘛，所以你一踩油了之后要等离合器解放，解放了之后呢，那个 Auto Hold 才会解放，所以整个过程就是会有莫名那种小小的顿挫感，就没有这么舒适啊。可是这辆车你一起步就是非常的顺畅，它少了那个离合器啊需要解放的这样子。然后你看它又没有档位，它又没有什么多少 speed 哦，所以它整个起步啊，跟它的加速整个过程是非常的平顺的，又不像 CVT 这样在低速的时候会有那种感觉 rubber band effect 啊，这个又不会有，很顺啊。所以我现在把它换去 normal mode，normal mode 的油门是更加的敏感。我要放去 force， 我要尽量把这辆车的电啊充到去50%也好啦，我不知道做得到没有啦。我现在一直在用油就对了，而且我完全是没有在怕这辆车没有油什么哦，我还可以走353 km 哦，还有半桶以下一点点哦。所以呢，我通常在驾驶的当中呢，我会比较喜欢开这个 Electric Drive Power 的这个界面。如果当它在用纯电行驶的时候呢，它是 positive 的；当它的引擎正在为它充电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它是 negative 的。OK， 所以它就好像 regen 这样子。电能回收这样子，你一松开油门的时候，它就会变 negative。你踩着油的时候，它 negative 就表示着发动机正在为它而充电。当然你的油门不要踩得这么深的话，它的数值就越高咯，它的回充就越高咯，你的电就很快就上咯，这样子哦。可是就当你需要动力的话，你踩多一点点，你看到吗？它又变 positive 了的哦，表示着这个电箱呢正在为这辆车而输出这个动力这样子。这辆车的悬挂设置呢，前面是一个麦花臣后多连杆。Tiggo 8 PHEV 呢的车身比较重啊，很明显，会比汽油版重很多。它开上来的话，悬挂呢就没有这么跳了，就感觉到那个车身在压着地上那种感觉，就没有像汽油版这么跳。可是它的悬挂还是偏硬朗的。怎么说呢？就是我每过一个弯哦，你会发现到它的这个车身呢，就不会像你叫什么 Alpha 啦、Estima 这样子，那个侧倾蛮严重一下，感觉到车好像要翻掉，是不是？有没有？可是这辆车就不会给到你那种感觉了，很稳啊。即使我这辆车坐满6个人，OK， 然后我走这个高速的时候，那个大弯120过下去，没有什么感觉，很轻松的。26、27%了嘞。
所以讲着，所以我尽量维持在它的negative30 kW 就可以了，它就很快去充电了。对，没有错。而且我驾起来这辆车啦，虽然它通常我是用这 Smart Mode 来驾，所以在这种低速驾驶的时候它能够用电就用电所以少于一个27%这样子，它就会开启这个引擎来正在为它充电，充了一下就是关，充了一下就关这样子。所以这个那时候我跟它相处了3天，我们挑战1200公里，我就知道它特性是怎么样了。这个 Smart Mode 当它侦测到你上山的时候有稍微多一点斜坡，然后它就会发动这个引擎来为它带动这个动力上去。可是整个过程的切换是很顺畅的，完全没有发觉得到，你只是听到一点微微的那种引擎小声浪，一点点罢了。然后你基本上你开到音乐你是完全听不到的可以这样子讲然后Cherry 呢就说这辆车的 DHD 的变速箱是150嘛，他没有说多少个 speed 嘛，可是7跟8的开起来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Tigo 7的 BHEV 呢，我就很明显感觉到它是1个 speed 的 DHD 吧，就是在高速的时候会用那个 speed 啦，这样子啦。可是，在 Tigo 8的话，很明显我就有听到2种声音。当我踩完的时候，高转的声音。然后松开油门的时候，它会有那种低转的声音，这样子。这个是内部没有去特意去讲的，因为你讲多了你也是复杂。可是对我来讲，我会发现到它有至少2个 speed 到3个 speed 这样子。等下我踩完的时候就可以很明显听到。OK， 哇，你看这辆车又安静。然后我基本上这样子平常驾的时候听听音乐，音响又好，对不对？听一下那个实力喇叭 Sony。哇，音响真的不错嘞！这辆车的这个价位呢，它是对着 Proton 的 X90 去打的。虽然在这个7人座市场的会比较微小可是还是会有人喜欢它但是还有一部分人会喜欢它的。X90 的好处就是它的高配后面2张椅子是独立式的，还有它的好处啦。可是动力呢，就真的是不够Tigo 8来了。OK， 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要把它放弃 Sport。这个时候的 Sport 呢，就油门特敏感之外，而且它的发动机的声音就会有一点变化了。2种声音。OK， 我们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现在我是用的 Force Mode， 然后还有 Sport Mode 的情况下，这辆车的最猛的地方是在0到80了，80之后呢会有靠一点点那个发动机在工作这样子OK， 来 3、2、1 ，Go！ 哇，前轮这个抓不住地你看好像电动车这样有没有你看80 km/h 以上之后，后的尾力是由这个电发动机来补上。你扣这辆车 top speed 多少？还没有试过 top speed 官方没有讲 top speed 没？没有。170，我觉得是170了。然后后面有这个电子限速了啦。前面一点点罢了咯。少。为什么还要刹车？哇，你需不需要老板？前面都没有车，为什么还要 brake？Cornering 其实很好的嘞，虽然它比Tigo 7多了一个屁股，长很多，可是它的尾巴是蛮听话的这台车。对这辆车还有 ACC 跟车，我也懒得试了。然后我的动力随时就是可以秒杀这些冰箱在马路上，真的没有问题。
我的一踩油就去了我的 response， 你看我踩。我再买人的话，走这个卡拉都没有问题啊，6个人坐在这辆车，而且我上云顶其实很好上，完全是没有转速的压力啊，也没有说我特意去充电啊，让这辆车充到180上山没有啊，我都是靠着这个 Smart Mode 上的，然后大概是23%的动力维持在这样子上下，很好上那天，没有动力转速的尴尬，没有这个续航的焦虑。你看我140了咯，它的这个风声管理的很好，不是风险管理哦，是风声的管理哦，风噪的管理哦。哦，你看它亮这个红灯，快点 brake 哦，快点 brake 哦。如果你经常有跑远途的话哦，我觉得 Tiggo 7的驾驶感受会舒服很多。比起7的话，如果你有正考虑买 Tiggo 7或者 Tiggo 8之间的朋友啊，其实我建议你买 Tiggo 8会好很多。第一就是它的椅子特好坐，它的座椅是比较软的 ，OK。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它的舒适性肯定是比 Tiggo 7好很多，因为它的轴距也比较长，所以对于我们跑高速公路啊，轴距越长的车其实是越舒服的。那你可能觉得，哎呀，我没有什么用到7人座啦，没有什么用到，至少还可以把那个椅子收叠起来呀。你折起来，你当着这辆车是5人座的车，而且你有一个非常大的尾部空间，这是我觉得一举两得的事情啦。不管怎么样，我都是有阿夏的油耗，然后我有接近整300匹的动力。我们这2天去单用18的时候哦，我去的时候我在 highway 我是跑140 km/h 的，然后回的时候啊也在走小路回来比较多了哈，就比较。我就觉得没有省到太多，反正我觉得跟 highway 差不多，就是它的油耗。我 highway 走百式的油耗哦，是大概13.5 km/l 的，然后走小路的时候是可以维持在15到16左右啊。我觉得没有差太多啦，你要记得它是一个7人座的 MPV 哦，它的车身重量都有1.8吨左右的嘞，没有1.8都有2吨啊，因为即使这辆车有一个大电箱在后面。它可以做到这样的油耗哦，我觉得很厉害哦，很满意哦。我的车这么大辆，我的油耗跟阿夏竟然是一样。然后我那还更夸张，云顶下来的时候，完全没有用任何一滴油，我的油耗那边写50 km/l，last 50 km 50 km/l，就是讲我这50 km 左右的油耗哦，是真的很低啊，超低的，几乎是没有用到一滴油这样子。而且这辆车如果我在充电啊，或者是我去让家人在车上啊 start 这没有问题，因为它不是用油嘛，它就是用这电来发动整个车的这个冷气那些。OK 啦，我们这个影片就到这边啦，希望你们喜欢这个影片，我们下一集的冲上云霄再见 ，Goodbye。